孕妇在去分娩的路上被闪电击中，临死前生下一个奇怪的婴儿。孩子的父亲只看了一眼就决定将他抛弃。My son， 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遭遇，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但所有人都没注意，孩子的脑电图几乎要画满整张纸，这意味着他生来就具有超高的智商。后来男孩被爷爷收养，可却因长相怪异被关在地下室生活了长达18年之久，直到爷爷因病去世。当地的警长和收容所所长艾莎得知消息后，连忙赶来准备帮助这个可怜的男孩。可一个人18年不见阳光，也不与外人接触，那岂不是已经成了野人？他们小心翼翼走进地下室，终于在角落发现了男孩，雪白的皮肤下没有一丝毛发，甚至就连他的眼球都是粉红色。What's your real name, son? Jeremy Reed。在交谈中，艾莎发现小帅谈吐流利，根本就不像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看到墙上的书架，艾莎随手拿起一本冷门书籍，想要考他。小帅让艾莎随便选。216。话音刚落，小帅就开始背诵整个章节，不仅一字不差，甚至还特别流畅。艾莎越听越震惊，但更恐怖的是，这里至少有上千本书籍，如果小帅全都会背诵，那他今天绝对是捡到一个天才。但没人知道，过目不忘只是小帅的能力之一。两人带着小帅走出房间，这是他18年来第一次走出家门。可就在他离开房屋的一瞬间，附近的车辆全都莫名开始鸣笛。艾莎将他带到自己的收容所，这里全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问题少年。小帅刚来到这里，就被这里的其他男生当作怪物。 What the hell is that？不平凡的外表注定会被无知的人歧视。中午吃饭时，白色的皮肤让他被孤立。校霸看到怪异的小帅，就带着朋友过来捉弄他，让他把勺子像这样挂起来。小帅也没说什么，他搓了搓勺子，然后把它立了起来。接着好戏就开始了，学生们手中的勺子全都被吸引过来，他们愣在那里一动不动。小帅吸引来了最后一个勺子，结束了这场表演。他满心期待同学的认可，但得到的回应却是厌恶。艾莎得知此事后，连忙带小帅去做检查，可检查结果除了浑身上下没有毛发之外，没有任何问题。艾莎不想看到这块黄金就此埋没，于是托关系给小帅找了一所学校，希望他能够借此融入社会。但没想到上学的第一天就出了意外，物理课上老师正在给大家做电力实验，但没人注意到台下的小帅已经紧张到浑身颤抖，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和仪器上的电弧产生了反应。班上的女生发现他有些不对劲，老师也感觉到了，突然一道电弧横穿课堂，直接击中了小帅的心脏。老师半天才反应过来，他抄起凳子砸坏了道具，这才停止了这场事故。老师上前查看小帅，可手刚放在肩膀胳膊上的汗毛就立了起来，一股莫名的力量涌进了身体。警长也来查看情况，然而小帅却不见了，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被投来异样的目光。这时一条狗向他狂吠，小帅走到跟前轻轻抚摸，狗子瞬间变得温顺。一个女生过来关心小帅的情况，这么久以来同学中只有他没有把他当成另类。其实人们对他的态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小帅可以听到这些人的心声。告别女同学，小帅顺着铁路一直向前，然而警长却在前方将他拦下了。就这样他又回到了收容所。这天小帅来到野外，却遇见了校霸，他举起猎枪吓唬小帅。就在这时，远处传来枪声，警长的同事打到了一只鹿。小帅看到这一幕十分悲伤，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小鹿，胖警察一脸得意地炫耀自己的枪法不会让小鹿感到丝毫痛苦。听到这话，小帅默默将手放在小鹿身上，接着又一把抓住胖警察的手臂，发动了他的特异能力心灵感应。胖警察瞬间蜷缩在地，那种恐惧和绝望仿佛让他承受了千百种酷刑。自此之后，胖警察再也没有打过猎，甚至不再碰枪。小帅的智商高到离谱，甚至都没办法将他归类。一些人想要对他进行测试，但他却只想回家。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是残忍的，可艾莎认为这些人能帮他，况且农场已经属于银行了。这个男人准备提问，而小帅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 You're not here to ask me questions. You're here to find out how I cheated. It's the only way you can make sense of it. It's what you need to believe. But I don't need you to believe in me, Dr. Stippler. And I'm not interested in any of your tests. I'm not interested in you or anything else here. I'm interested in going home. I'm not like other people.
那个警员讲述了那天小帅对他做的事，而警长得知此事后就去立马找到小帅，希望他能帮自己。原来警长的妻子瘫痪多年，医生说他每分每秒都在承受巨大的痛苦，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离开。警长想知道妻子心中的执念，小帅坐到女人床边，将手轻轻放在她的额头，感受着她心中所想。接着他告诉警长，他最放不下的是你们的儿子，这些年来警长跟儿子的关系很差，他希望你们重归于好，互相陪伴，不再孤单。警长哭着答应了妻子的请求。没多久，妻子就在他的怀中永远的睡去。儿子收到消息赶来，看着眼含热泪的父亲，他瞬间明白了一切，同时也喊出了那句多年未叫的称呼。父子俩紧紧相拥，看着楼下温馨的一幕，小帅眼中满是羡慕，他的温暖又在何方呢？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女孩就主动找他搭话，这也是小帅的第一次约会，但他牵手的方式却很特别，他让女孩手指朝上，自己则用指尖轻轻触碰。当两人指尖触碰的那一刻，女孩瞬间感到身体穿过一丝电流，而这正是小帅的超能力心灵感应，他们现在能够感应到彼此心中所想。 You don't think you're pretty enough. You feel alone. Feel so alone. 情到深处，两人的头也在不知不觉靠近，这一幕正好被女孩的父亲看见。 You having a good time with my daughter? Wonderful. 听到这话，父亲一把就抓住小帅的衣领，开始不断辱骂。艾莎见状连忙跑过来制止，男人放开小帅却撂下狠话。 You keep that thing on a leash, or I'll slap a lawsuit on that state zoo that'll shut it down so fast it'll make your head spin. 父亲带女孩离开了，小帅的爱情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无休止的折磨让他开始厌恶人类的世界。他回到收容所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个不属于他的地方。这一次无论怎样他都要回家。路过收容所的体育馆时，小帅被里面的声音吸引。校霸和几个朋友正在打球，小帅羡慕他们能这样自由自在。可刚刚想走他就被发现了，他想离开这里，校霸却一把拿走他的帽子。 You think you can take me, freak show? Go for it. Meantime, I keep the hat. You think you're man enough to get it back? You take your best shot. You think you're man enough to get it back and take your best shot, tough stuff? I'd beat you to shit before you got this old hat back. That's what he said to you when he was drunk. You were 12 years old and he took your father's hat. It's the only thing your real father ever left behind. Your stepdad, John. That's what he said to you. You think you're man enough to get it back? Then take your best shot, tough stuff. And then he beat you bloody that night when you tried. 不堪的童年经历让他彻底愤怒，他把小帅拉到了外面，脱光衣服后一脚踹进了水坑。被拉起后又凑到耳边说 You really think you can be like us? Is that what you think, freak show? 小帅的怒气不断上升，挤压的愤怒就这样爆发了，所有人都被弹飞。校霸更是失去了心跳，小帅来到一旁，双手化作起搏器，不断释放电流。幸运的是，他把他救了回来。在校霸朋友的帮助下，他搭车离开了这里。小帅回到农场，这里是他唯一的家。他进到了那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没过多久，艾莎赶了过来。虽然他不是最理解他的人，但他却是最关心他的人。如今地下室空空荡荡，他想带小帅离开这里，去找一个真正适合他的地方。 This is not the right place for someone as beautiful as you. I promise you we'll find a place it is. 他手中还握着与他刚见面时的玩具，此时他更像是一个孩子。就在这时，老师也来了。当他们出门时，就看到警长的车也来了。艾莎希望他当作没看到。警长心领神会，他愿意放他一马，可警员却不愿这样做，准备呼叫支援。 Lucy, this is Harley. I said go away. Go ahead, Harley. You're out of your goddamn mother frickin' minds. You know that? All of you!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小帅却像着了魔一般的向前奔跑。
小帅化作一道彩虹，就这样消失了。至此，全片结束。或许这才是小帅最好的归宿。他出生就被父亲无情的抛弃，爷爷奶奶把他养在地下室，邻居把他当成鬼魅，身边的人都把他当成异类，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愿意接受他。然而说到底，还是这个世界不允许这样的纯洁存在。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只有和别人同流合污，但纯粹的纯洁不会被染色。如果没有一个地方能容纳他，像这样回归天际，或许是最好的选择。而世界之大，真正的纯洁却容纳不下。